北京进入高度敏感期，天安门广场周边提前封控，地铁停站，公交改道，社区居民被征召值守，规模或达100万人。离9月3号大阅兵还有几周，为何提前如此戒备？那与此同时，一份来自莫斯科的机密文件被黑客曝光，直指中俄之间的军事合作计划，而美国的回应更让局势添了一把火。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我是燕青。北京市公安局日前突然发布通告，说8月9号晚上6点开始，要对天安门周边地区进行大范围的交通管制。天安门广场、大会堂西路、中山公园等等，基本上整个核心区除了有专用证件的车辆，谁都别想进。那与此同时，北京地铁也宣布1号线、2号线、5号线、8号线的好几个重要站点，比如天安门东、天安门西、前门、建国门，要么是整个车站关闭，要么是部分出入口封闭，65条公交线路也要绕行。这么大的阵仗，官方却不说到底是为什么，只说为保障所谓专项活动顺利进行。这当然就引发了大家的猜测。微博上很多人都在问，到底是什么活动啊？有人猜可能是为了9月份的阅兵搞彩排，还有人开玩笑说瞎说什么大实话，小心被封号。其实呢，谜底并不难猜。中共计划在9月3号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一个所谓的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届时，习近平要讲话，还要检阅部队，也就是搞阅兵。为了这么一场政治秀，整个城市的核心区就要为普通市民关上大门，这在北京已经是常态了。每次开两会或者搞什么大型活动，都是这样草木皆兵，把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搞得一团糟，怨气很大。但这次的维稳还出现了一些更有意思的细节。我们大时局频道会及时追踪各种重大新闻。如果您想翻墙观看我们的节目，我推荐一款非常好用的 VPN， 神盾 VPN。我和我们团队的人觉得这是目前真正值得信赖的安全 VPN。为什么这么说呢？很多人可能都在用 VPN， 但是传统 VPN 存在一个问题，它只用一台服务器。资料经过加密传到 VPN 的服务器，然后由同一台服务器发送出去。那么也就是说，它不但知道您的来源 IP， 也知道您连去哪里。那这就意味着，只要那台服务器有风险，您的整条路径就会被看得一清二楚。而神盾 VPN 采用的是独家技术，双节点 P2P 加密结构，资料会经过2台服务器传送。第一台只知道您的来源 IP， 第二台只知道您要去的目的地。2台之间端对端加密，任何单一节点都无法还原整条通讯路径，连神盾自己都没办法追踪您在网络上的行踪。那除了安全，神盾 VPN 的速度和稳定性表现也很出色。神盾 VPN 可以在全球服务器自动切换，随时连接最近最快的节点。而且一个账号可以用在手机、电脑、平板上，可以全家分享。现在购买2年方案享65折优惠，输入我们节目的专属优惠码大时局，再打9折，30天内不满意全额退款，无风险适用。请大家赶紧点击节目下方描述栏的购买链接进行购买。就在阅兵临近的时候，网上突然出现了大量招聘临时工的广告。招什么人呢？招看桥员和看守电线杆的人。你没听错，看守电线杆。这些招聘广告说，工作1个月到9月4号结束，每天工资100到200块人民币。工作内容就是守着立交桥和电线杆。北京朝阳区太阳宫街道办人员告诉海外的中文媒体大纪元，这次好多人阅兵维稳，我女儿在街道办工作，听说他们社区的退休人员大部分都动员起来了，
整个朝阳区动员了20-30万人，全北京市估计有上万人参加。北京居民高先生受访时表示，各社区确实都在动员。他说，我们社区的网格员会询问家里最近有没有外地人来串门，包括亲戚朋友，还特意要求我们告诉远方亲戚，从现在开始到阅兵结束前，暂时不接受或者邀请外省亲友到访家中。北京居民陈先生认为，这说明这时代并不安宁。现在随机伤人事件频发，这些人有冤无处伸，最终选择报复社会。他还披露，他们大院门口不久前就有人写反对某某的标语。高先生说，他决定本月下旬去南方旅游，因为1995年大阅兵时出门限制多，哪里都不能去，路上车少了，但生活很不便，这类活动太扰民了。看桥员这个职业是从2022年四通桥勇士彭立发先生抗议之后才有的。从那以后，每到敏感时期，北京的每座立交桥上都会站着人，就怕有人再挂出标语，说出真话。那看守电线杆又是为了什么？有网友猜，可能跟今年6·4期间北京街头的电线杆上出现了大量手写的抗议标语有关。这听起来有点荒谬，对吧？一个号称自己伟大、光荣、正确的政权，一个掌握着大数据、人脸识别等高科技监控手段的政府，竟然要用最原始的人海战术，派人去盯着每一座桥、每一根电线杆。这就恰恰说明了他们对自己的人民到底有多么恐惧。任何一点点真实的声音都可能让他们感到威胁。这场即将到来的阅兵，与其说是为了纪念什么反法西斯胜利，不如说是为了给自己壮胆，对内展示肌肉，震慑那些可能发出不和谐声音的人。而这种对外展示的肌肉，并不仅仅停留在天安门广场上。就在北京为了阅兵大动干戈的时候，一份从德国媒体泄露出来的机密文件，揭示了中共更深层的军事图谋。德国图片报8月7号报道，一个叫黑月的国际黑客组织拿到了一份中俄之间的秘密合同。这份合同显示，俄罗斯正在秘密帮助中共为攻打台湾做准备，而且计划已经到了非常详细的阶段。根据泄露的文件，中俄早在2024年4月就签了协议，俄罗斯要为中共的空降部队专门开发一套自动化的指挥系统，并且提供一大批可以空投的重型武器装备。合同里列出的装备非常具体，包括伊尔76和伊尔78运输机和空中加油机， BMD-4M 型装甲车、2S-25型自行反坦克炮，还有配套的指挥车和伞降系统。合同甚至还详细规定了这些武器要用海运送到上海，或者空运到中方指定的机场。虽然文件的保密级别很高，全面验证有难度，但德国的高层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已经向媒体证实了文件的真实性。这个消息其实印证了很多人长久以来的猜测，中共和俄罗斯这两个专制政权正在结成轴心，一个在亚洲捣乱，一个在欧洲生事，目的就是让美国和西方民主国家疲于奔命，没办法同时应对两场战争。那我们看到，中共近年来一直在扩充军备，为武力犯台做准备。第4艘075型两栖攻击舰下水了，福建号航母也开始海试了。美国情报界也多次警告，习近平要求军队在2027年之前要具备武力攻台的能力。当然，习近平自己去年在旧金山跟拜登会面时亲口否认有2027年或2035年攻台的计划。但我们都知道，独裁者的承诺价值有多少。这次泄露的文件非常有意义，因为它显示中共是花了真金白银在做准备的。空降作战一直是中共军队的短板，如果有了俄罗斯这个老大哥的技术和装备支持，
无疑会给习近平增加不少底气。不过，我们也要理性看待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战场上的表现，大家是有目共睹，腐败和效率低下问题严重，而中共军队的腐败问题比起俄军恐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一支连火箭军高层都能被一锅端的军队，一支靠行贿受贿升迁的军队，它的真实战斗力到底有多强？中共的将军们真的敢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压在一场充满变数、极其凶险的渡海战争上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但无论如何，中共的威胁是真实存在的，而美国和台湾也并没有坐视不管。川普政府正在加快向台湾运送已经订购的武器，像埃布拉姆斯坦克、自杀式无人机等等，并且持续帮助训练台湾的军队。说到中俄这种越走越近的关系，自然也引起了西方的警惕，特别是美国。俄乌战争打了3年多，之所以能一直打下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国家在背后给俄罗斯输血，而最大的2个买家就是印度和中共国。他们大量购买俄罗斯的廉价石油，让普京有钱继续发动战争。对此，美国总统川普决定出手了。8月6号，川普签署行政令，在之前25%关税的基础上，再对印度加征25%的惩罚性关税，总税率达到了50%。原因很简单，就是惩罚印度大量进口俄罗斯石油。然后有记者问川普会不会对中国也这么做，川普的回答非常直接：是的，这可能会发生。他说，印度和中国的情况非常接近，接下来你会看到很多2级制裁，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美国的态度是，谁敢帮俄罗斯，谁就要付出代价。中共驻美国大使馆马上就出来反对，发言人刘鹏宇对俄罗斯媒体说，美国想迫使中方放弃跟俄罗斯合作是不会得逞的。他又搬出了那套我们听过很多次的说辞，什么正常合作、反对非法单边制裁、长臂管辖等等。川普的关税大棒看起来不只是说说而已，他正在实实在在地改变牌桌上的局势。就在他威胁要制裁的节骨眼上，普京的态度似乎发生了有趣的转变。就在川普威胁要实施2级制裁之后，克里姆林宫突然传出消息，说普京准备和川普举行峰会。要知道，之前川普一直想见面，但普京态度都很冷淡，这次为什么突然想谈了？时间点很关键。8月6号，川普签署了对印度的惩罚性关税令。同一天，川普的中东特使飞到莫斯科，跟普京谈了3个小时。7号，克里姆林宫就证实普京和川普已同意举行峰会，准备工作已经展开。根据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及塔斯社报道，普京的外国政策顾问乌沙科夫称，这场峰会是由美方提议，可能安排下周登场，但取决于准备工作进度，时间表还可能变动。普京随后表示，他可以在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跟川普见面。川普也回应说，会面的机会很大。普京态度转变的原因很简单，川普的2级制裁打到了普京的痛处。俄罗斯的经济严重依赖能源出口，如果连中共这个大买家都被制裁了，那对俄罗斯来说将是严重的打击。川普甚至计划在和普京见面后再举行一个美俄乌3方会谈，来推动乌克兰的和平。不过普京声称，整体来说我不反对这么做，俄乌峰会是有可能的，但必须先达成特定条件。好的，观众朋友们，您觉得乌克兰的和平还远吗？欢迎留言说说您的看法。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和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